每個月銀行賬戶的負增長，沒有結構的生活，同期的同事都在晉升，在賺更多的錢，而我發布的內容可能只有2位數的流量，心裡還是挺有落差的。當我把必須要產出這件事情放下了一段時間以後，就感覺自己又活過來了，主打一個放飛自我。有的事情它是不能等的，等着等着就等不來了。12月底我就正式辭職6個月了。那這一期的視頻呢，我想做一個很真實的復盤，也算是給自己的一個年終總結吧。這6個月我得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我的心態和自我的認知上有什麼變化，以及我還會不會回去上班？然後最後呢，我還想分享3個讓我在這段時間焦慮和不安的時候，幫助自己的小方法。如果你現在也是一個比較迷茫，在考慮要不要辭職的人，那我希望這一期視頻對你有幫助。這個視頻呢，我會按照一個時間軸分階段講，因為每一個階段我都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和变化。在我們正式進入以前，我想要介紹一下自己。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頻道，我叫 Aaliyah， 我之前是在美國的諮詢行業上班，6個月以前我裸辭回到家鄉，然後現在呢又回到了美國，搬進了一個房車，準備要開啟環美房車旅行。我的頻道主要是分享一些我覺得有趣的人和事兒，以及之後會分享一些我們旅途上發生的故事。我還有一個3歲的小孩，也會和大家分享一些在路上帶孩子的經驗和感受。如果你對這些內容感興趣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見證我們這樣的一個旅途。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首先第一個階段呢是修復的階段。我辭職以後呢，首先回到了我的家鄉，和我的朋友家人相處了一段時間。這一段時間我沒有給自己安排任何的工作，主打一個放飛自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睡覺、出門、見朋友、陪家人、陪孩子。在國內旅行，總之就是一個讓自己放鬆和療癒的過程。那個時候的感受呢，是我上班時候的壓抑感終於得到了一些釋放，然後一直緊繃的神經得到了一些放鬆。回到家就有一口熱飯吃，能夠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爸媽也會幫我帶小孩，這樣我就多了一些自己的時間，真的有那種被人照顧的感覺。比起工作的時候，我的老板、我的客戶更多在意的是我的產出、我的 KPI， 但是在家裡，我的朋友、我的家人給我帶來很真切的關心和愛和支持的感受，讓我覺得有蠻大的反差的。當我把必須要產出這件事情放下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很明顯的感覺到我自己的感知力是在上升的，我能夠感受到自己是開心的、悲傷的，能夠感覺到自己的喜怒哀樂了，不再是一個比較麻木的狀態。因為我每天有很多自由的時间，那我就得知道自己想要幹什麼，自己是疲憊的還是開心的，是有精力出去玩的，還是想要窩在家裡放鬆一下的。這算是我這6個月比較重要的一個起點，就是重新聽到自己的聲音，重新找回對自己的感知力。第2個階段，我稱它為專注於里程碑。在這一段玩樂的時間，我其實有在陸陸續續的準備我們的婚禮，但真正的進入認真準備婚禮的模式是在婚禮前的2到3個星期。我們本來打算是2020年結婚的，但是因為疫情，所以就給耽誤了。那這件事情一直是我的一個小小的遺憾，即便現在有了小孩，我還是想要把這個遺憾彌補回來。那這一次他的家人朋友也會來到中國，而且會在中國有一個短期的旅行。我們在一起10年了，這是第一次他的家人和我的家人見面，所以對我們2個人來說還是一個蠻重大的里程碑吧。那籌備婚禮和籌劃10幾個外國人的旅行行程幾乎是在同時進行的，這真的讓我那半個月忙得不可開交。但是最後結果是好的，婚禮進行得很順利，他的家人和朋友也在国內玩得非常的開心，而且改变了他們對中國的既定印象。他們好幾個人都說我還想再來中國，這件事情也讓我覺得非常的開心。那這段旅程呢，也会變成我們一家人和他的家人很難忘的一段回憶。那段時間確實是花的錢比賺的錢要多很多的，但是那些回憶和當下的體驗都是讓我覺得是用錢買不來的。我也很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句很平常很朴實的话，時間一去不復返。我們錯過了在沒有孩子辦婚禮的那個階段，那就永遠不會再回到那個階段了。我的爺爺和他的外婆在疫情的時候過世了，他們永遠都沒有辦法再參加我們的婚禮，也是一個
蠻大的遺憾。這件事情一直提醒着我，有的事情它是不能等的，等着等着就等不来了，也算是我辞职去追求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一個很大的動力吧。第3個階段是重建與平衡。我們回到美國，搬進房車了以後，我正式的從一個被安排的人生轉向自我驅動的人生模式。我開始專心的做視頻、拍照，嘗試不同的風格，嘗試不同的平台，也慢慢的在摸索自己喜歡的風格和表達方式。但老實說，這個階段是比較難的一個階段，是失去感最明顯的一個階段吧。每個月銀行賬戶的負增長，沒有結構的生活，再加上同期的同事都在晉升，在賺更多的錢，而我發布的內容可能只有2位數的流量，心裡還是挺有落差的，這個是真的很難避免的。那個時候我重新看了《當幸福來敲門》這個電影，我其實忘記這個電影的內容是什麼了，當時只是要和小孩一起看一個電影，然後我記得是挺不錯的一個電影，我們就看了。但是看完的結果是我的焦慮被放大了很多。我那時候就在想，我的兒子本來是可以過一個很安穩、很安逸的童年，可以去上最好的學校。那現在因為我自己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是不是就会跟我去吃苦？我們会不會淪落到要去領救濟金吃飯這麼慘的地步？我會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路。在這些負面情緒的驅動下，我開始 PUA 自己，逼自己要高效率的工作，逼自己一定要產出。那個時候給自己規定了一個很強目的性的時間表。每天早上5點鐘起床，開始健身大概半個小時吧，然後一直工作到小孩起床，白天照顧小孩，一直到他晚上睡覺的時候，我會繼續工作和學習。但那個時候就算白天，有時候其實也是分心的，腦子裡邊想的也是工作上的一些事兒，怎麼樣能夠很快速的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就是在一個很焦慮的狀態。後來我慢慢的發現，我其實有些本末倒置了。那個階段的我狀態不是特別的好，其實產出是更低的，而且那個時候我想要去做別人想要看到的東西，那我是听不到自己內心的聲音的，那個狀態是沒有辦法長期健康的持續下去的。所以我那個時候靜下心來，把這個事情想了又想，覺得如果想要長期堅持的去做一件事情，這件事情還是必須從內心出發。我得先尊重自己的狀態，不能以消耗自己的健康和身體為代價，為了產出而產出，而一定要相信自己，然後再發自內心的去創造。從那以後，我不再焦慮的給自己貼一個自媒體身份，不再逼自己去找到一個所謂的賽道，我也不再給 Ryan 很大的壓力，逼他快速的處理好工作上的事情，讓我們可以開啟全職旅行的階段，而是把生活重心和注意力轉回當下，然後去感受和發現自己身邊有趣和值得分享的人和事兒。所以如果你看我的主頁，可能會覺得有一點雜，什麼樣的東西都有，但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過程，是一個找到自己風格和感興趣內容的方式。而且我覺得這個過程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直到我的內容慢慢的成熟起來吧。下一個呢，就是說到一個關鍵的問題，我還會回去上班嗎？我好像是一個真正的躺不平的人，不知道是成長的環境還是我自己的性格使然，我就是一個天生愛折騰，完全沒有辦法閒在家裡什麼都不做的人，也沒有辦法當一個全職媽媽。即使現在我投入到自媒體的時間和精力比我在公司工作的時候還要多還要長，而且在短期以內吧是看不到任何的金錢回報的。但是我還是很確定我在短期內不會回去上班，因為我現在的生活狀態和我做的事情都給了我極大的滿足感。我找回了那種想要學習、想要探索、想要提升自己，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入心流的感覺，就感覺自己又活過来了。我同時呢，我也多了很多和小孩相處的時間。這回到我之前說的，他長大以後應該會和我們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少，那現在能和他相處的時間也是一去不復返的，所以我非常的珍惜現在能夠像這樣和他相處的這一段日子。和 Ryan 的相處呢，在這個互相鼓勵、互相支持的過程中，也變得更加的緊密。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相濡以沫，讓我有很幸福的感覺。長期來看，我是允許自己改变的，我會以我當下的狀態和想要做的事情來做適當的調整。比如說，如果我想要精進我的拉花技能，那我可能會考慮去一個咖啡店打工，來提升自己的這個能力。我对工作的態度有了一些轉變，我不想再把工作當成一種身份和一個獲得認可的方式，而把它當成一種工具，一種可以幫助我構建自我和完整自我的一個工具。所以總結一下，辭職6個月，我失去的是金錢、福利和被安排好的日常，我得到的是時間、關係和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我開始明白，
自由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是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現在的我不會回到原來的職場，但是我也不害怕改變。如果有一天回到職場是我更好的選擇，我也會坦然地走進去，只是這一次我會帶着一個更清醒的自己。那最後的最後，我想分享給大家3個在我焦慮和不安的時候讓我能夠快速回到平靜的方法。我也希望看視頻看到这裡的你，在感覺到自己的狀態不佳的時候，能用這些小方法來找回屬於你的平靜。第一個方法是冥想你不需要借助任何外界的東西。我一般就會設一個15分鐘的計時表，然後這15分鐘內我什麼都不想，就專注於自己的呼吸，慢慢的呼氣吸氣，呼氣吸氣。15分鐘以後，你睜開眼睛會發現自己平靜了很多。第二個方式呢，比起第一個方式，如果說第一個方式是一個很靜的方式，第二個方式是一個非常動的方式，那就是去立馬做一件很小，你現在就可以做的一件小事兒，但這個小事兒又能幫助你達成你心裡邊那個很大的目標。比如成為一個100萬博主，可能是一個很大的目標，但是我馬上就去修一個圖，或者是去剪輯一段視頻，或者是寫一個提綱，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事情。我知道提升剪輯技能、表述能力和寫作能力都是在為我完成這個大的目標而提供助力。用一句古話概括，就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踏出一小步，一小小步也會讓你覺得有成就感，而這個成就感就是你進入正向循環的一大步。那第3個方式呢，是介於靜動之間的，就是什麼都不做。這個什麼都不做呢，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什麼都不做，而是不再去做任何有關於這個焦慮源的相關的事情。我會把自己從中抽離出來，去做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比如洗碗，比如洗衣服，就是把注意力轉移到把當下的生活過好。做完這些以後，都會讓我有一種被拉回現實生活中的感覺。這個被拉回現實中的感覺會提醒我，人生最重要的是這個過程。如果我不能享受這個過程，而每一步都活在焦慮中，那我就本末倒置了。因為我們能擁有的只有當下，能心態平和的把當下過好，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好吧，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個地方啦。希望這個視頻對你有幫助。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的話，可以給我點讚，也可以關注。那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啦，拜拜。